肖长坤和马兰进入深度昏迷状态之后，孙萌萌先是打开了后排车窗，然后将空调也改成了外循环。待空气完全换新之后，他便将隔断的电视重新收了回去。肖初然回头看着两人，发现两人睡得十分踏实，呼吸时的胸腔起伏也很规律，便彻底放下心来。孙萌萌看了他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肖总，您不用担心，他们两位都很安全。”好的，肖初然轻轻点了点头，又问他：“对了，等叶晨到了澳大利亚之后，应该第一时间就会联系我，到时候联系不上的话，他肯定会很担心的，要不要我给他留个言？”孙萌萌说：“您登船之后，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我们来处理。少爷那边肯定会着急，但是我觉得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开的阵痛都是无法避免的。我也没有能力替少爷解决什么问题，只能让少爷自己慢慢消化了。”说罢，他又看向肖初然，认真道：“肖总，分离虽然会阵痛，但是从大局来看，对少爷的复仇和您双方的安全来说，都一定是有益无害的。”我懂。肖初然苦笑一声，微微点头，心中暗道：不管怎样，我都不能再拖累叶晨了。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而我不仅帮不上他的忙，反而只会成为他的累赘。希望我离开之后，他能够放下心来，全力以赴去做他该做的事情。高速上，整个车队顶着最高限速一路疾驰，从金陵到齐鲁岛城，全程高速非常顺畅。肖初然没注意到的是，高速上不断出现了许多和他乘坐的这辆商务一模一样的车，而且这些车也和这辆车一样，都是崭新的新车，也都没有悬挂正式号牌。这时，孙萌萌伸手从主驾前方的挡风玻璃上将临时牌照扯了下来，其他一样的车型内也都在做着相同的操作。这些车的后排车窗是完全私密的状态，前排的玻璃虽然通透，但全部经过了特殊改造。沿途所有的监控探头，只要打开闪光或者补光灯，拍下的车窗将是完全白茫茫的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而现在的光线状态，如果没有闪光和补光，也完全拍不到里面到底什么样子。随后，其他那些一模一样的车辆开始频繁超车、错车，几十辆一模一样的车在高速上不断调整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，就像是盖在麻将桌上的麻将牌，经过不断洗牌，在没有特殊记号的情况下，谁也不知道谁是谁。而这些车在经过洗牌之后，便开始在不同的路口转向其他道路，亦或者通过不同的出口驶出高速，就像烟花被发射出去之后四处飞散的花火。之所以要这么操作，就是要尽可能干扰叶晨的视线。这么多从外面完全判断不出任何线索的车辆同时混在一起，会让叶晨在短时间内无法锁定肖初然究竟去了哪里。他如果执意要找到肖初然，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，一辆辆车，一条条线索这么追查下去。而且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开放式的谜团，只要他不找到肖初然，都无法确定那条线索的真伪。所以就算给叶晨1-2年的时间，他也未必能把这些车的最终走向都查出来。退一步说，就算叶晨最终确认肖初然的车是去了齐鲁岛城，他也很难查到肖初然到底从岛城又去了哪里。再退一步说，就算叶晨查到肖初然从岛城登船又如何？船到了公海之后，还会安排肖初然一家人以及随行的团队更换其他船只，到时候叶晨要查下去只会更难。这一切都是安承熙的计划。他知道叶晨现在的实力已经非常了得，不但有一套 AI 模型，还有李亚林这种顶尖侦探暗中帮助，自己不可能让肖初然消失的不留痕迹。与其费力去擦拭留下的痕迹，最后被李亚林抓住某个小漏洞撕开一切，那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把痕迹留得到处都是。任谁来调查这些痕迹，都要累个半死，包括他李亚林。对破案的警察来说，如果只有一个嫌疑人，那就根本不用担心，
只要在这个人身上深挖，一定能挖到想要的线索。但是，如果有100个嫌疑人呢？那就是100个需要他们一个个去破解攻克的谜团，绝对会成为他们的噩梦。凌晨3点，萧初然乘坐的商务车驶入了岛城港码头，他们要乘坐的船已经在泊位等候，整艘船满载了集装箱，准备驶向新西兰。这艘船在进入公海之后，会在太平洋上与另一艘从护城前往阿根廷的货轮相遇。萧初然一家会在那里换乘这艘货轮，继续向东南方向行驶。在途经距离大溪的几百海里的航线时，会有一艘隶属硅谷富豪的豪华游艇，把他们接到法属波利尼西亚象峰群岛。大溪地是风象群岛最大的岛屿，但并非萧初然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地。安城西用来安顿他们的岛屿，是象峰群岛中一个不出名的小岛，而且是私人买断使用权的岛屿，不对外开放。萧初然乘坐的车辆直接开进了一个空置的集装箱内，紧接着几名工作人员过来将集装箱大门关闭，集装箱被起重机吊起，吊装到了这艘集装箱货轮上。不过这个集装箱并没有被码放在堆积如山的集装箱顶部，而是直接吊装在了甲板上。当集装箱在甲板摆放稳定，立刻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将门打开。孙萌萌立刻发动汽车退出集装箱，随后工作人员将车门打开，对着车内的萧初然恭敬地说：“叶太太好。”萧初然有些不太适应，一是不适应这么多人恭恭敬敬地跟自己说话，二是不适应他们集体叫自己叶太太。这时，一位中年女性走过来，对萧初然说：“太太，货轮马上要起航了，您舟车劳顿，请随我到船舱休息吧。”萧初然紧张地问：“那我爸妈怎么办？”中年女性微笑道：“我们会安排您的父母到观察室休息，会有医生全程陪同，他们大概会在明天下午醒过来，到时候我会提前通知您。”说罢，他向身后招招手，4名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便推着2个移动病床跑了过来。中年女性随后问萧初然：“叶太太，您看还有没有其他疑问？要是没有疑问的话，我就让他们先把您父母带过去。”萧初然摇摇头说：“我没其他疑问了，辛苦照顾好他们。”放心，中年女性微笑道：“稍后带您去房间里安顿好之后，我就带您过去看看他们，我们不会限制您的随时探望。”萧初然点头答应下来。孙萌萌帮他带着行李来到了船舱内部。这虽然是一艘货轮，但也是经过特殊改造的。船舱内提前装修好了几个堪比5星级酒店的房间，不但软装家具都是高端大牌，所有家用电器也一应俱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个房间，分别是医疗室、活动室以及餐厅、影院。就连为萧初然一家预备的食材，也都是全世界最顶尖、最名贵的。而掌勺的厨师也都是米其林级的高端大师。一旁的中年女性扮演者向导为萧初然介绍这里所有的硬件和软件。萧初然一点点地看下来，整个人惊得暗暗啧舌。当他来到那奢华无比的房间里时，也忍不住惊讶于这些人的用心。他忍不住道：“我们只在船上待很短时间，可能也就10天8天，完全不需要专门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来装修的。”中年女性微笑道：“您是少爷的太太，哪怕您只在这船上待2个小时，我们也一定要做好准备，绝不能有任何怠慢。”萧初然心中酸楚，却还是礼貌地说：“谢谢你们了。”中年女性摇摇头：“太太，您跟我们这些下人不用这么客气的。”说罢，她对萧初然说：“太太，让萌萌帮您安顿一下，我就不在这叨扰您了。船10分钟后离港，我要去跟进一下。”萧初然点点头，客气地说：“那您先忙。”萧初然并不知道，这些都是安承熙亲自安排的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一方面是因为对萧初然心怀愧疚，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将来与叶晨母子相认，坦白一切时，叶晨对他能少些埋怨。10分钟后，随着一声低沉的汽笛声鸣响，
货轮缓缓驶出泊位，随后一路出港，驶入黄海。萧初然在舷窗处默默看着越来越远的港口，忍不住又再次泪流满面。